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被人踩了底线，你却笑住说没关系。明明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你却在对方面前表现得云淡风轻。你告诉自己，算了，忍一忍就过去了。你告诉自己，是我太敏感了，是我想多了。你甚至开始用那些心理学的术语来安慰自己，什么接纳啊，放下啊，课题分离啊。你觉得自己很成熟，很通透，很有格局。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你选择退让，对方不仅没有感激你，反而变本加厉地蹬鼻子上脸。你越是卑微，他们越是嚣张；你越是忍耐，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你以为你的善良能换来尊重，结果你的善良只换来了更深的践踏。今天这段话可能会让你不舒服，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会真正同情一个无底线退缩的弱者。你的卑微和一味忍让换来的不是慈悲，而是更肆无忌惮的试探。如果你的觉察没有改变你的选择，它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认识自己，不是为了永远研究自己，而是为了更真实的活出来。我知道你现在可能正处在一个很痛苦的阶段，你可能刚刚经历了一次背叛，一次打压，一次被信任之人狠狠伤害的事件。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把所有的细节都翻出来反复咀嚼，试图从中找到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最后都指向了你自己。你觉得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你觉得是不是我太较真了？你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圆滑，不够世故，不够懂得人情世故？你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否定自己。你甚至开始觉得，也许是我活该，也许是我不配被善待，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是我太天真了。你知道吗？你这种想法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太习惯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你太习惯向内归因了，你把别人的恶意解读成自己的不足，你把别人的越界行为合理化成自己的修行功课。你以为这叫成长，其实这叫自我阉割。让我给你讲一个很多人都会陷入的思维陷阱。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不是反击，而是反思。你会想，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才导致这个结果？你会想，我是不是应该更包容一些？你会想，我是不是格局太小了？你甚至会去看一堆心理学的书，然后用里面的理论来说服自己，我要接纳，我要放下，我要不跟烂人烂事纠缠。听起来好有道理，对不对？听起来好高级，好通透，对不对？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套逻辑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你在用向内探索来逃避向外反击，你在用自我成长的外衣来掩盖你对冲突的恐惧。你不是不想反抗，你是不敢。你不是选择了宽容，你是被恐惧绑架了。你害怕冲突，害怕撕破脸，害怕被人讨厌，害怕失去关系，所以你选了一条看起来最体面的路人。你把人美化成修养，把怯懦美化成格局，把退缩美化成智慧。但你心里清楚，每一次你选择忍的时候，你的自尊都在一点一点的碎裂。阿德勒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极深。他说，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都起因爱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别人怎么对你，那是别人的课题，但你怎么回应，怎么保护自己，怎么设定边界，那是你的课题。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搞混了，他们把别人的恶意当成自己的功课，把别人的得寸进尺当成自己需要修炼的考题。他们觉得只要我修炼到位了，别人就不会伤害我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别人伤不伤害你，从来不取决于你修炼的好不好，它取决于你好不好欺负，它取决于你反抗的成本有多高。
它取决来侵犯你之后，它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人性，这不是悲观，这是现实。人性中有光明的部分，也有黑暗的部分。而那个黑暗的部分，它遵循的逻辑非常简单粗暴，狮子挑软的捏。你越软，它越捏；你越退，它越进；你越是表现得好欺负，它越是会来欺负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用你的行为告诉了全世界，我是安全的猎物，攻击我没有代价。罗洛梅在他的著作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存在的勇气。他说，一个人如果不敢捍卫自己的存在价值，不敢在被侵犯时站出来说不，那他本质上就是在否定自己存在的意义。你想想看，你每一次在被踩底线的时候选择沉默，你其实是在告诉自己，我的感受不重要，我的边界不重要，我的尊严不重要。你在一次又一次地否认自己存在的价值，然后你还奇怪，为什么我越来越不自信了？为什么我越来越讨厌自己了？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了？因为你的力量被你自己一点一点地交出去了，每一次退让都是一次割让。你割让的不是利益，你割让的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你存在的权利，你表达的权利，你拒绝的权利，你愤怒的权利。我想跟你聊聊愤怒这件事。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愤怒是一种负面情绪，它是不好的，是需要被管理的，是需要被压制的。尤其是那些从小被教育要乖、要听话、要懂事的人，他们对愤怒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他们害怕自己的愤怒会伤害别人，会破坏关系，会让自己显得不体面，所以他们把愤怒压下去了，1次、2次、10次、100次，他们压了10年、20年、30年，然后有一天，这些被压抑的愤怒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抑郁，变成了自我攻击，变成了莫名其妙的身体症状，变成了对生活彻底的无力感。你知道抑郁的本质是什么吗？很多时候，抑郁的本质就是向内转的攻击性。你本来应该对外面的世界生气的，你本来应该对那个伤害你的人生气的，但你不敢，所以你把那股怒火转向了自己，你开始攻击自己，否定自己，厌恶自己。你用我不够好来解释一切不公，你用自我批判来替代对他人的反抗。这不是成熟，这是一种慢性的自我毁灭。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愤怒不是你的敌人，愤怒是你的盟友，愤怒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有人越界了，愤怒是你的本能在告诉你你正在被不公平的对待，愤怒是你的生命力在告诉你你值得更好的。一个完全不会愤怒的人不是圣人，是麻木了。一个永远不发火的人不是修养好，是被驯化了。你要学会的不是消灭你的愤怒，而是驾驭它，让它成为你设立边界的燃料，让它成为你捍卫尊严的武器。当然，我说的不是让你逢人就炸，遇事就吵。我说的是，当你的底线被触碰的时候，你要有能力让对方知道这里是你的底线，越过这条线是有代价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从来不被欺负吗？不是因为他们比你更强壮，不是因为他们比你更有钱，也不是因为他们比你更聪明，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气场，叫做不好惹。这个不好惹不需要你天天板住一张脸，不需要你随时准备跟人干架，它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一种无形的信号。它在说，我是友善的，但我不是软弱的。我可以包容你，但我绝不允许你欺负我。你可以跟我做朋友，但你不能把我当软柿子捏。这种气场从哪里来？它来自你过去每一次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它来自你曾经在被踩底线的时候，是选择了反击，还是选择了退缩。每一次你选择反击，不管结果如何，你的不好惹指数就会升一级。每一次你选择退缩，你的好欺负标签
就会被加粗加大，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开始累积第一次。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可是我真的很害怕冲突。我一想到要跟别人对抗，我的身体就会发抖，我的大脑就会一片空白，我的声音就会发颤。你觉得这是因为你天生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我告诉你，不是的，这是因为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被允许过反抗。你的成长环境告诉你，反抗是危险的，表达不满是危险的，说不是危险的，你会失去爱，失去认可，失去安全感。所以你的神经系统被训练成了一种模式，遇到威胁，冻结，不是战斗，不是逃跑，而是冻结。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一动不动地装死，希望捕食者看不到自己。你现在的每一次秒怂，都不是你的本性，而是你的创伤反应。它是你小时候为了生存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策略，在那个时候，它保护了你。但是现在，你已经不是那个无力的小孩了，你是一个成年人，你有能力保护自己，你只是还没有学会怎么做。这里我想引入一个概念，叫做权力动态学，不要被这个名字吓到。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在任何一段人际关系中，都存在一个看不见的权力天平，这个天平随时在波动，取决双方的行为。当你每次都顺从，每次都退让，每次都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面的时候，你就是在往对方的那一端加砝码。天平越来越倾斜，对方的权力越来越大，你的权力越来越小，到最后，你在这段关系中就完全没有了话语权。你变成了一个附庸，一个工具，一个可以被随意使唤和丢弃的存在。而对方呢，他已经习惯了你的顺从，他把你的退让当成了理所当然。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在欺负你，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好说话的，不会反抗的，怎么对待都可以的。你用你的行为训练了别人怎么对待你。这句话很残忍，但它是事实。那些真正活得舒展的人，他们不是天生就有底气，他们只是比你早一步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性是势利的，人心是趋利避害的。这不是阴暗，这是进化的结果。当你表现得强大的时候，大多数人会自动对你客气；当你表现得软弱的时候，大多数人会自动对你轻慢。这不需要你去怨恨谁，这只是规律，就像水往低处流，人心往强处靠。你不需要变成一个坏人，你只需要让自己不再像一个受害者。你需要改变的不是你的本质，而是你呈现自己的方式。你的善良需要长出牙齿，你的温柔需要配上铠甲，你的包容需要设定边界。没有边界的善良就是一种慢性自杀。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有一天，你会突然意识到，你一直以来用在自我反省上的能量，其实大部分都被浪费了。你花了无数个夜晚分析自己的问题，你读了无数本心理学的书，你做了无数次冥想和觉察，但你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好。你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因此改善，那些欺负你的人并没有因为你变得更通透就停止欺负你。为什么？因为你用错了方向。你一直在往内看，你一直在修自己，但问题不是出在你身上，问题出在你和外界的互动模式上。你不需要修自己，你需要修你的边界。你不需要接纳别人的恶意，你需要拒绝别人的恶意。你不需要理解那个伤害你的人为什么会那样做，你需要让他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课题分离他的恶意是他的事，你的反击是你的事，你没有义务为他的恶意买单，你只有权利保护自己。很多人沉迷刚治愈过去，却忘记了创造未来。你知道吗？有一种人，他们把自我探索变成了一种逃避，他们不停地分析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停地挖掘自己的童年创伤，不停地做内在小孩的疗愈。他们在心理的世界里待得太久了，
久到忘了外面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在等住他们。我不是说内在探索不重要，它很重要，但它是手段，不是目的。探索的目的是为了行动，觉察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如果你的觉察没有转化成具体的行为改变，那它就只是一种高级的自我催眠。你在觉察里感觉自己在进步，但你的生活纹丝不动。你在反思里感觉自己很深刻，但你面对气压时依然一言不发。真正觉醒的人不会越来越关注自己，而会越来越投入生活。自我观察的终点不是成为旁观者，而是重新成为行动者。现在我想带你看一看，那个蜕变之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一下，有一天你走进办公室，你的那个一直对你颐指气使的同事又开始用那种阴阳怪气的语气跟你说话。但这一次，你没有像往常一样笑住敷衍过去，你停下来，看住他的眼睛，用一种平静但坚定的语气说：你刚才那句话让我很不舒服，请你注意你的语气。你不需要吼，不需要拍桌子，不需要歇斯底里，你只需要平静的、坚定的、不带任何歉意地表达你的立场。你知道那一刻会发生什么吗？对方会愣住，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你。他习惯了那个好说话的你，那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你，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个新的你。而就在他愣住的那几秒钟里，权力天平已经开始移动了，他的潜意识在重新评估你这个人，好像不太好惹了。下一次他在开口之前就会多想1秒，再下一次他可能就会自动对你客气3分。这就是边界的力量。你不需要打赢每一场战争，你只需要让对方知道跟你开战是有成本的。我知道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你会非常不舒服，你的心跳会加速，你的手心会出汗，你的脑子里会有一个声音疯狂地喊：快道歉，快笑一下，快把气氛缓和回去。那个声音是你的旧模式，是你的恐惧在说话。你不需要听他的，你只需要在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里多待10秒钟。10秒钟之后，你会发现天没有塌下来，对方没有因此要杀了你，世界没有因为你说了一句不就毁灭。相反，你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东西从心底升起来，那是力量感，那是存在感，那是我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感。这种感觉是任何外在的认可和赞美都给不了你的，因为它来自你自己，它来自你在关键时刻的选择。让我跟你说说，为什么你过去所有的退让和忍耐都没有用？因为你搞错了一件事。你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感恩之上的，你以为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好，你以为你替别人考虑，别人就会感激你。这是一个美好的幻觉。现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非亲密关系，它的底层逻辑不是感恩，而是博弈。对方怎么对你，取决男的待你的方式对他来说利弊如何。如果欺负你是零成本的，甚至是有收益的，那他为什么要停止？他又不是圣人。你指望人性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自动向善，那你就是在赌博，而且你大概率会输。真正能保护你的，不是别人的良心，而是你让别人付出代价的能力。当欺负你的成本大过收益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停手。这不是阴谋论，这是最基本的人性博弈。你不需要因为看清这一点而感到绝望，你只需要因为看清这一点而调整你的策略。你可能会问，那我是不是要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不，完全不是。你看那些真正有力量的人，他们通常反而是最温暖的，因为他们有底气温暖，他们知道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可以放心地对别人好，而不用担心被人利用。他们的善良是有选择的，是有边界的，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这种善良才是真正有重量的善良。而你之前的那种善良呢？老实说，它不叫善良，它叫讨好。它不是出于爱，它是出于恐惧。
你不是因为真的想对那个人好才对他好的，你是因为害怕他不喜欢你才对他好的。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True I 的善良是你的选择， True I 恐惧的讨好是你的枷锁。前者让你自由，后者让你窒息。所以现在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我不是要让你明天就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那不现实，也不必要。我只是想让你开始，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第一件事，学会在第一次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就表达出来，而不是忍到第100次才爆发。很多人的模式是忍，然后突然大爆发，最后又陷入深深的自责。这个模式的问题在 and， 你把太多的不舒服积压在了一起，等到爆发的时候已经失控了。而如果你每次在第一次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就平静地说出来，根本不需要爆发，一句我不太喜欢你这样说就够了，不需要长篇大论，不需要上纲上线，简短、平静、坚定，这就是边界。第二件事，停止为你的拒绝找理由。很多习惯性讨好的人，即使他们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了不，他们也会忍不住加一大堆解释。不好意思啊，我那天真的有事，不然我一定会帮你的。不是我不想啊，是我实在是……停，你不需要解释。不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你有权利拒绝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而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给出理由的时候，你就是在给对方反驳你的机会。你说你有事，他说那你把事推了呗。你说你不方便，他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然后你就被套进去了。但如果你只是说不，我不想，他拿你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不想是无法被反驳的，它是你的感受，不是一个可以被辩论的论点。练习说不的时候不加任何尾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第三件事，开始注意你的身体语言。很多时候，你的退缩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是你的身体在说的。你有没有注意过，当你面对那些让你紧张的人的时候，你的眼神会自动往下看，你的肩膀会自动缩起来，你的声音会自动变小，你的身体在做一个标准的服从姿态，而对方是能感受到的。他未必能说出来，但他的潜意识会接收到这个信号，这个人怕我，然后他就会更加大胆地对你不客气。所以，从今天开始，有意识地调整你的身体语言。说话的时候看住对方的眼睛，不需要瞪他，正常的看就好。把肩膀打开，不要缩住。声音保持正常的音量，不要刻意压低。你会惊讶地发现，光是这些身体层面的调整，就能让对方对你的态度产生明显的变化，因为你的身体在发射一个新的信号，我不怕你。第四件事，给自己设定一个不可触碰清单。你需要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什么事情是你绝对不能接受的，什么话是别人绝对不能对你说的，什么行为是你一旦遇到就必须反击的。把这些写下来，不是写在纸上，是刻在心里。因为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你的底线在哪里，别人怎么可能知道？你不能期待别人来踩你的边界，你需要自己去宣示你的边界。每一次有人触碰到你清单上的事项，那就是你行动的时刻。不需要犹豫，不需要思考我是不是反应过度了。你的清单就是你的法律，触犯了就执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第五件事，也是最反直觉的一件事，学会享受被人讨厌。你没有听错，学会享受被人讨厌。阿德勒说，自由的代价就是被人讨厌。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追求所有人的喜欢，你一辈子都不会自由，因为每个人的期待都不同，你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你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最终的结果就是你自己活得像一个四不像。你会发现，当你开始有边界，开始说不，开始表达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你，
那些曾经习惯了占你便宜的人不喜欢你了，那些曾经把你当免费情绪垃圾桶的人不喜欢你了，那些曾经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的人不喜欢你了。好，让他们不喜欢。他们的不喜欢，恰恰说明你做对了，因为他们之前喜欢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好，而是因为你好用。当一个工具不再好用的时候，使用者当然不满意，但你不是工具，你是一个人，你不需要通过被使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第6件事，把你用在内耗上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提升自己的实力上。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老生常谈，但它是真理。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很闲的时候，你最容易胡思乱想，最容易陷入内耗。而当你忙住做一件对你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根本没空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所以，找到你的事情，不管是学一个新技能，做一个副业，健身，写作，什么都好。找到一件能让你产生成就感的事情，全力以赴地去做。当你的能力提升了，你的选择变多了，你就自然有了底气。你之所以不敢跟老板叫板，是因为你怕丢了这份工作就没有下家。你之所以不敢跟那个人断交，是因为你觉得离了他你就没有社交圈了。你的恐惧，本质上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其他选择，所以去创造选择。当你有了备选方案的时候，你掀翻桌子的勇气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底气这种东西，从来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你一点一点建设出来的。我想跟你谈谈正确的自私这个概念。很多从小被教育要无私、要奉献的人，他们对自私这个词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他们觉得为自己考虑就是自私的，就是不好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拿什么去照顾别人？如果你连自己的杯子都是空的，你拿什么去给别人倒水？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不是自私，而是一种责任，是你对自己生命的责任。你是你自己人生唯一的当事人，没有人比你更应该为你自己负责。那些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的人，他们不是无私，他们是在逃避为自己负责的压力。他们觉得，如果我一直在为别人付出，那我就不用面对自己的人生了，我就不用回答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了。这是一种更隐蔽的逃避。现在，让我们把视野拉得更高一些。你有没有想过，你之前所经历的那些被欺负、被背叛、被践踏的经历，其实是有意义的。我不是在说那种廉价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鸡汤，我是在说，那些痛苦的经历，它给了你一种绝大多数人没有的东西，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你见过人性最丑陋的一面，你知道一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人背后可以有多阴暗，你知道一段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关系下面可以有多少算计。这些认知不是从书上能学到的，它是你用血和泪换来的。它让你具备了一种超越年龄的洞察力，你能在第一时间识别出谁是真心的，谁是虚伪的。你能在别人还懵懂无知的时候就看清局势，这是你的武器。只不过之前你把这个武器用错了方向，你用它来理解和原谅那些伤害你的人。不，你应该用它来保护自己，用你的洞察力去建立更安全的关系网络，去筛选出真正值得你信任的人，去在危险靠近之前就识别并回避它。当你能做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过去所有的那些弱点，你的高敏感，你的善良、觉察，你的细腻，它们会变成你最大的优势。因为你不再是那个被动承受一切的人了，你成了一个主动选择的人。你的敏感让你能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细微信号，你的觉察力让你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你的深度思考让你能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这些东西在你有了边界和底气之后，全部都会变成你的超能力。他们之前之所以让你痛苦，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你没有搭配上与之匹配的防御系统。一辆没有飞车的跑车再快，也只会撞墙。但一旦你装上了飞车，
它就会飞起来。你的边界就是你的飞车，你的底气就是你的引擎，两者缺一不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真正活得通透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他们温暖但不软弱，他们包容但不纵容，他们善良但不愚蠢，他们从不主动招惹是非，但任何人想招惹他们也需要三思。他们不需要时时刻刻证明自己的强大，因为他们的强大已经内化成了一种自然的存在状态。他们不焦虑，不内耗，不患得患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证明。他们知道自己的底线不需要通过别人的尊重来维护，是他们自己在维护。这就是你要成为的人，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不是一个攻击性的人，而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硬度的人，一个既懂得爱别人也懂得爱自己的人，一个既能拥抱世界也能在必要时推开世界的人。你知道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你真正变得有边界之后，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也开始变了。那些之前对你不尊重的人，要么开始对你客气了，要么自动远离了。而那些真正好的人，那些之前你可能忽略的人，开始靠近你了。因为你的磁场变了，你不再吸引那些寻找猎物的人了，你开始吸引那些寻找哥们伴的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你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你吸引的是加害者；当你是一个有力量的人的时候，你吸引的是同样有力量的人。你的人际关系会经历一次大洗牌，有些人会离开，不要害怕，让他们离开。他们离开不是你的损失，而是你的进化。留下来的才是真正值得你珍惜的。我还想跟你说一件事，关于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不需要原谅他们。是的，你没有听错，你不需要原谅。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告诉你要放下，要释怀，要原谅，否则你就走不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你有权利不原谅，你有权利记住那些伤害，你有权利保持你的愤怒，因为你的愤怒不是枷锁，你的愤怒是你的盔甲。它提醒你不要再次落入同样的陷阱。真正的放下，不是强迫自己去原谅那个不值得原谅的人。真正的放下，是那个人和那件事再也无法影响你今天的选择和心情。你不需要原谅他，你只需要让他变得无关紧要。你不需要把他从你的记忆里删除，你只需要把他从你生命的主舞台上赶到角落里的观众席，让他在那里坐住，看你精彩的活。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人会同情一个退缩的弱者？因为同情是一种稀缺资源，人们会本能地把它分配给那些值得的人。而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一个不愿为自己站出来的人是不值得被同情的。这听起来很残忍，但你仔细想想，你自己是不是也这样？你是不是也更容易同情那些虽然遭遇不幸但依然在奋力挣扎的人？你是不是也会对那些一味抱怨却不做任何改变的人感到厌烦？人性就是这样的，他尊重力量，他敬畏勇气，他厌弃软弱。你不需要去改变人性，你需要做的是利用人性。当你展现出力量的时候，世界会自动对你温柔。当你有了掀翻桌子的能力时，你反而不需要掀翻桌子，因为没有人想跟一个不好惹的人过不去。所以，从今天开始，收起你的卑微，不是因为卑微不好，而是因为卑微救不了你。你的退让不会换来感激，你的忍耐不会换来和平，你的牺牲不会换来爱，他们只会换来更多的践踏。你值得被尊重，但尊重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尊重是你自己争取来的。你需要用你的行动告诉这个世界，我很好，我很善良，我很温暖。但如果你越过我的底线，我也可以很可怕。你不需要每天都很强大，你可以有脆弱的时候，可以有疲惫的时候，可以有想哭的时候。但在你脆弱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在你疲惫的时候，
你要知道怎么设定边界。在你想哭的时候，你要允许自己哭完之后站起来，而不是一直躺在地上等别人来扶你。最后，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已经在改变了。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那个东西就是你一直压抑的那部分力量。它一直都在，它从未消失，它只是被你藏起来了。因为你曾经以为展露它是危险的，但现在你知道了，不展露它才是最大的危险。让它出来吧，让你的锋芒出来，让你的态度出来，让你的不出来，让你的愤怒出来，让你那个真实的、完整的、不打折的自己出来。你不需要为真实的自己道歉，你不需要为你的边界解释，你不需要为你的拒绝感到愧疚，你更不需要为了让别人舒服而委屈自己。从今天开始，你唯一需要让舒服的人是你自己。你已经为别人活了太久了，现在该为自己活了。你的节奏就是你的节奏，你的方式就是你的方式。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只需要每天比昨天多一点点勇气就好。今天多拒绝一次，明天多表达一次，后天多坚持一次，一点一点的，你会发现，你已经不是那个当初被人随意拿捏的人了。你会发现，世界开始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对待你了。不是因为世界变了，是因为你变了，而你值得这个改变。你值得被善待，你值得被尊重，你值得活出一个不卑微的人生。记住，看清人性的残酷不是为了让你变得冷酷，而是为了让你更有尊严地活住。把那些用在内耗上的能量收回来，把它变成你的底气，你的实力，你的不可侵犯。当你有底气掀翻桌子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对你和颜悦色。